秋季是温和的季节，也是植物生长较为平缓的时期。植物度过了生长旺盛的炎热夏季，迎来了凉爽舒服的秋天。天后渐渐由日照长、热气多、对流旺盛的夏季，转变为干燥与微凉的氛围。室内植物的照顾也需要做一些改变与调整。这回来聊聊室内植物秋季养护指南，需要注意哪些事情，如何做能让您的植物保持健康与活力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观叶植物小笔记，我是秋明，带您一起认识室内植物，绿化居家环境。我们将聊聊秋季气候中植物可能的变化，以及应该如何调整养护方式，帮助您的室内植物在秋季保持健康，并且顺利过渡到冬天。事不宜迟，让我们开始吧。秋季日照时间减少，阳光照射角度渐渐变为倾斜，白日缩短，阳光的强度以及持续时间都会缩减，因此植物行光合作用的时间与强度都会减少。而光合作用对于植物的成长和养分的制造都至关重要。多数喜光照、习惯在阳光之下茁壮成长的室内植物，像是多肉植物、琴叶榕、左手香、芦荟等等，都可能会因此减缓成长速度，有些甚至进入休眠。在减少阳光的情况下，植物会渐渐偏向光源靠拢。倘若光线更低，甚至可能会导致植物徒长的情形。此时，建议您将喜光的植物移到光线充足的地方，像是窗边、阳台之类等阳光和煦的地方，或是用植物生长灯补充光照。定期轮换植栽到受光处，或是旋转盆栽，让各个植栽与植物各部分都能均匀受光。俗语说，天凉好个秋，秋季转凉，也多了一些冷风。如果窗户像夏季一样继续开着，加上冷风吹拂，屋子里的温度可能会降低。这时候，室内植物受到冷风与突来的冷凉时，可能会出现落叶或植株枯萎的情形。另外，倘若您家中有空调，通常会降低室内湿度，使空气干燥，导致植物叶缘枯黄，因而降低植株有效蒸腾和吸收水分的能力。尤其像是蕨类植物和白鹤玉之类的热带植物。秋季早晚温差大，建议您务必让植物远离冷风，避免放在窗户进风口，或是待在时常开关的门旁边，以免温度骤降造成伤害。也要避免将植物暴露在空调或暖气出风口旁，并且把植物们放置在温度稳定与湿度适当的地方，最好在摄氏15度到摄氏30度之间，以及保持在湿度 50% 到 60% 之间。这是大部分植物适合生长的气温与室内湿度。若使用空调或暖气，就需要适时使用加湿器或定时为植栽喷雾，来保持空气湿度，防止植物叶片干燥。由于光照较少且温度转凉，室内植物的生长通常会逐渐趋于缓慢，有些甚至可能在秋季时就进入休眠状态。您可能会发觉，有些植株盆土变干的速度变慢，需要的浇水频率变少，甚至很少或不再有新叶子出现。此时您需要减少对生长趋缓或是休眠植物的浇水频率与水量，也要减少施肥。倘若在植物休眠期间过度浇水或施肥，可能会导致根部腐烂，植物也无法有效利用养分，而造成肥害。若有施肥，建议选择低氮、高磷钾的肥料，以促进植物根系生长，提高抗寒性。过度浇水是秋季的常见问题。人们经常用夏季的浇水频率继续给植物们浇水，使植物很容易因此烂根而生病。此时，对天候变化与植株的状态观察
是很重要的。随着气温降低，光照和湿度减少，使植物减少行光合作用，因而生长变得缓慢。植物的水分需求也会减少。为植物浇水，务必以见干见湿为原则，在盆土表面干燥时再进行浇水，并根据个别植物的需求进行调整。建议您在每次浇水前，使用量指节法则来检查土壤湿度。将手指插入土壤2个指节深，若感觉湿润，则暂时不需要浇水；干燥的话，则需要浇水。秋天会带来某些害虫的增加，像是红蜘蛛、粉虱和真菌蚊虫。由于光照不足和生长条件较差，植物所接受到的能量与养分减弱，会因此变得更容易受到害虫侵扰。建议您定期清洁叶片上的灰尘，修剪枯黄的叶片，并检查是否有病虫害，确保植物周围的空气流通良好。倘若有植栽感染害虫，务必将它与健康植栽分开摆放，并使用有机杀虫皂或硬链油，及时治疗任何虫害。另外，咖啡渣也能驱赶蚂蚁，可以有效减少蚂蚁所衍生的蚜虫、介壳虫、粉虱与红蜘蛛等虫害，并且在天候寒冷时，将植栽移入室内之前，先彻底检查植株是否健康，以免虫害扩散。由于植物生长减缓，因此秋季不适合进行过多的修剪。像是橡胶树可能会因地区天候而在秋冬时节减缓甚至停止生长。您可以进行一些轻度的维护，像是日常为植物去除枯叶或老旧的叶子等等。秋季时节，植物会有些许落叶，这是植物适应自然环境变化的正常现象。若落叶过多，或是叶片出现异常，就要检查植株是否有病虫害，或是需要调整养护方式。如果植物根系过于密集，已经露出盆底，您可以考虑在秋季进行换盆，换上更适合的盆器和土壤。然而，每个地方的秋季都存在着些许差异。有些地方可能水汽较重，有些光照炙热需要遮阴，有些则可能更为干冷。您可以依照您所在地区的秋季气候进行适当的养护，随时观察植物的状态与反应，并及时调整照顾的方法。相信您的植物在悉心照料之下，秋季能保持健康，依旧有活力。这回的室内植物秋季养护方法就到这里，希望看完这些能让您更了解植物，喜欢植物，成为绿手指。若您喜欢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订阅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是秋明，我们下回见。